石燕，他回来了，对吗？只要你别不要我。这跟之意没关系，签了吧。哦耶！3年无休带薪保姆终于下班了，1500万退休金，不用每天早起煮黑咖啡，不用看你和白月光的旧照装瞎，这福气给我要不要啊？签，立刻签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副总，还有别的事吗？不是这句，你刚才说的。之意，石燕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你们谈完了吗？如果江小姐不愿意签，其实我可以走，我不想因为我影响你们。宋小姐误会了，我已经签了。宋小姐心地善良，怎么会有坏心思呢？对，我信没那个意思，你只是电话掐点打，朋友圈掐点发，回国掐点挑我结婚纪念日，隔着太平洋都闻到你那82年的绿茶香了。小绿茶跟冰块男，千万长命锁死，别放出来污染婚恋市场。石燕，怎么了？江晚棠，你很高兴？副总说笑了，毕竟3年夫妻，说没有一点难过是假的。今晚必须去路遥新开的酒吧，听说新来的男模腹肌能当搓衣板，必须点10个。傅时宴这个斯朗当冰箱男，再见吧您呐！江晚棠，你敢！先生，宋小姐到了。江小姐，我听说你们今天谈离婚，你别误会，我真的不是来催你的。我已经签完了，既然宋小姐来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等一下，你就这么走？不然呢？留下来吃晚饭吗？江小姐别这样，石燕也很为难。这块玉佩是石燕送我的，对我们来说意义不一样。那是之意当年救我时留下的信物，挺好看的，确实不一样。偷了当年我在车祸现场救你的信物，顶替我的救命恩人身份。待了这么多年，宋之意，你也不嫌烫脖子。江晚棠，什么叫偷来的？副总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可一句话都没说啊。副总，离婚快乐。宋之意，别急，账太多，我们一笔一笔算。糖糖，你真的跟那个狗男人离婚了？别想不开啊！想不开？我现在想的特别开。陆主编，今晚有空吗？庆祝我高薪离职，把你们店里最帅的男模全给我叫上来。没哭？眼妆这么贵，哭花了算谁的？帮我看看，这值不值一个热搜？宋之意干的，我现在就让人撤了。不用，让他发。他想搭戏台，我就请他看演出。去秦苑的律所。17500万南湾公寓，看着大方，但坑不少。只要你签了，就默认放弃对他婚后境外信托和离岸基金的追索权。他不是缺钱，他是在试探你。傅时宴这个狗东西，看着人模狗样，算盘打得我在外太光都听见了。他想证明我图钱，证明他这3年没亏欠我。行啊，我陪他演。你要多拿钱？不，我要先弄清楚宋之意脖子上那块玉到底是怎么到他手里的。那块玉，偷来的东西总要还的。好浓的绿茶味儿，他想激怒你截图发网暴，想拿我当垫脚石。走，去酒吧。宋之意买水晶了，你看这张图。一场谎言开始的够早，就成了真相。
录音。你在哪儿？副总找前妻有事。协议的事，你可以提条件，别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副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用什么语气取决于我的心情。3年了，天天让我别闹别计较，你以为你是太平洋警察，管这么宽？你今天为什么那么急着签字？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，3年够浪费了。你今晚要去哪儿？路遥的朋友圈我看见了，你刚离婚就去那种地方。副总刚离婚，宋小姐不也已经到办公室了吗？双标狗，急了急了！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男模。江晚堂，你现在给我回家！啊！哪个家？南湾公寓没过户，富宅是宋小姐的。至于你那里，我不回收垃圾。傅时宴，你是不是能听见我心里说话？副总，挂了。爽，去哪儿？去酒吧，我倒要看看今晚谁先疯。姐姐，玩桃子吗？不玩桃，陪我喝酒就行。姐姐，是男朋友查考吗？前夫。那姐姐今晚更应该开心了。会说话，加州。又是别闹，天天端着个霸总架子，真把自己当太平洋警察了。姐姐，不开心就不看。江晚堂，跟我走。姐姐，这位是？滚！傅时宴，你有什么大病？这是我花钱点的人，你让谁管？我再说一遍，跟我走。副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协议还没生效，流程没走完。原来副总也知道流程没走完。那宋小姐今天去你办公室，是提前试岗傅太太吗？副总，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管我？前夫、债主，还是宋小姐的未来男朋友？来关心一下前任的夜生活。江晚堂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废话，以前那是上班需要，现在老娘拿了1500万离职了，谁还伺候你这个面瘫老板的情绪啊？你把那3年当上班？副总，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？你脸上写着。是吗？那副总看看我现在脸上写着什么？写着傅时宴，你是大傻逼。副总，你脸怎么绿了？江晚堂，你跟我出来。不要，这里不适合谈话。我觉得挺好。副总觉得哪里适合？你办公室、宋小姐病房，还是富宅客厅？你一定要把知意扯进来。他都快住进我离婚协议里了，我还不能提？就是，副总，你管前妻夜生活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你白月光今天直接杀到离婚现场，合不合适？陆小姐，这是我和江晚堂之间的事。你们之间？你们现在还有什么之间？民政局之间吗？副总，别吓到我朋友，你有宋小姐，我不能有小帅哥。急了急了急了！不是吧，副总不会真以为离婚后我还要为他守活华吧？原来如此，只有听到心声时才会闪光。走吧，换地方，有狗挡路影响心情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来的？旧伤，忘了。江晚堂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的伤怎么来的，疼不疼，什么时候好的，都和你没关系。你刚才说的不算，离婚流程没走完，你还是傅太太。副总，这3个字你现在说，是不是太晚了？他弄疼你了？没事。
饰比江晚堂，原枪比御剑面原袭。靠！宋之义这绿茶买水军黑你，我现在就找人把热搜撤了。热搜看到了，宋家公关团队干的，要压吗？不压，让他起脸出出。你疯了！他现在骂我贪财，等协议里傅时行隐藏境外资产的条款爆出来，舆论会把他反噬的连骨头都不剩。学长，帮我查个东西。说10年前城南疗养院火灾的烧伤登记，还有宋之义出国前的就诊记录。好。那块玉真的和你有关系。10年前我救过一个人。傅时宴就是那个白眼狼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告诉他，宋之义拿着我的玉，有给我傅家背书，当了10年救命恩人。我去说，他只会觉得我极度诚信，编故事上位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就这么算了？现在我不让了。男人他可以捡破烂儿，但我妈留给我的玉，我拿命换来的真相，他必须给我吐出来。宋之义疯了，他刚放消息，明晚要在恒安慈善晚宴上把那块玉佩捐出去拍卖。他肯定是怕你查，想赶紧把玉佩洗出去，顺便再立一波善良白月光的人设。帮我弄张邀请函。你要去？他把我的东西摆上台，我当然要去收债。是江晚堂，刚被曝拜金，他还敢来？宋之义今晚可是要捐救命信物的，这原配脸皮真厚。江小姐，你也来了。宋小姐都要拿别人的东西做慈善了，我怎么能不来捧场？江小姐，这块玉当年救了时宴，对我很重要，但我希望能用它帮到更多人。宋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啊！哟，没戴耳机，藏起来了。怎么，副总怕我发现你是个喜欢偷听前妻心声的变态？如果舍不得，可以不捐。时宴，我只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。演得真好，要不是那块玉是我妈的，我都要被你们这感天动地的爱情看吐了。时宴，你怎么了？时宴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各位贵宾，接下来这件拍品是宋之玉小姐捐赠的青玉平安喷，起拍价50万、100万、150万、300万。江小姐，真拍啊！我的东西当然要拿回来。500万。自己捐的自己拍，宋小姐这是干嘛？抱歉，这块玉当年救过石岩森的命，我实在舍不得。800万。石岩，傅时宴，你猜他为什么宁愿砸钱，也不敢让我拿到那块玉？1000万！成交！恭喜宋小姐！江晚堂，你非要拿当年的事羞辱我。宋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看中了那块玉的雕工，那是我的东西，是吗？这块玉边缘有高温爆破纹，上面的金线是旧式金造手法，尤其是裂痕尽头那颗金点，是为了遮住一处缺口。宋小姐，你戴了它10年，那你知不知道那颗金点下面刻着什么？之意刻着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当时火场太乱。你连自己贴身戴了10年的东西都不记得？石岩，你宁愿信他也不信我，这可是我差点死在火场留下的唯一念想啊！差点死在火场，火那么大，烟那么浓，请问宋小姐，你当年伤在哪里？我肺部吸入浓烟，烧伤了。
玉佩都有高温爆破纹，你身上连个疤都没有。玉佩替我挡了一下。玉佩替你挡火，你怎么不说玉佩替你考大学呢？把玉给我。不。宋之意，戏看够了，路遥，走。你不能走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你的手。宋小姐，你好像很怕我，知道吧？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。副总，你该问问你的好恩人，10年前城南疗养院那场大火里，他到底捡到了什么？不对，是头。你污蔑我，石燕，你别听他胡说。把玉给我看。不，这是我的东西。如果是你的，为什么不敢看？这块玉，我会找人鉴定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之意，你最好现在告诉我。石燕，我头好晕。哟，这晕倒时机分秒不差，看我干什么？抱啊！宋小姐都快碎你怀里了。够了，今天是慈善晚宴，不是富家加餐。晚唐，你说他偷玉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这是我母亲20年前的照片。相似的玉佩很多，这能证明什么？那这张呢？10年前，火灾当天上午。宋小姐，我们当时认识吗？你又是怎么拿到这块玉的？你那天在疗养院，为什么从来没说过？因为我说了，你也会选他啊，副总。老夫人，我不舒服，我要去医院。叫医生。恒安晚宴有医疗团队。既然你说当年火场伤了身体，正好当场验伤。老夫人，宋小姐确实有些低血糖，但她身上没有任何大面积火场烧伤旧痕，也没有长期吸入性损伤的迹象。都过去10年了，什么伤都会好的。是吗？那我的怎么没好？宋之意，如果你当年真的救过人，你该知道火场里要拖人，要撑地，最容易伤到手腕和肩背。我不记得了。记得？那我问你，傅实验当年被卡在哪里？他腿上压着什么？他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？昏迷前说过什么话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怎么从废墟里捡走我的玉。贱人，你闭嘴！别碰他。来人，把宋小姐送回宋家。从今天起，傅家不再承认任何救命恩人的说法。晚唐，手腕的伤，对不起。副总，道歉等查清楚再说吧。迟来的维护像过期药，吞下去只会让人恶心。你满意了吗？不满意，这只是开始。晚唐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告诉我。副总想知道，自己去查。我只想听你说。听我说。10年前我每一次想开口，你都把宋之惜护在身后。现在我凭什么还要撕开伤口给你看？我不想再像个小丑一样求你相信。火灾第2天，有人以傅家名义调取了资料，之后那页就不见了。傅家，他们知道是你救了人，还故意销毁记录。为了给他们傅家找个体面的恩人，连真相都能抹杀，真不愧是傅家。要不要报出去？证据不够，先查当年负责医院事务的管家李成山。万堂，宋之意这个绿茶又作妖了，他买通稿带节奏，说你当年根本没救人，只是个跟踪狂。这张图截掉了2楼的滚滚浓烟，也截掉了我身后逃跑的人群，
宋之意，你还真是狗急跳墙。秦音，找当年拍这张照片的老师，把原图底片给我挖出来，我要让他求锤得锤。晚唐，底片被人抢先买走了，是个戴口罩的女人，手腕上有一道新鲜的划伤。宋之意，昨晚他挣扎时被玉佩划伤了手。谁啊？李叔不见了。傅家的管家不见了，傅总来找我做什么？他昨晚去了城南旧宅，我在后院的火盆里找到了这个。他们在烧证据。傅总，这是你们傅家40年的老管家，你打算怎么给我交代？我会查清楚。查清楚？说他年纪大记错了，还是说他擅作主张为了保护你？10年前你们抹杀我的存在，10年后你们烧毁我的证据。傅时言，你们傅家真让人恶心。陆瑶，走。你去哪儿？去找宋之意。他现在情绪不稳定，你一个人去不安全。傅时莹，你要包庇你的傅家，我要拿回我的底片。今天谁敢拦我，我连他一起废了。时言，江小姐，我都被你逼得住院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少废话，疗养院活动的原图底片交出来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今天上午10点20，戴口罩、米色帽子去沈老师家的人是谁？之意，拿出来。时言，为什么你永远只逼我？当年如果不是我冲进火场守着你，守着我的人，真的是你吗？我昏迷前拖我出去的人是谁？我腿上压着什么？我最后说了什么？时间太久了，我记不清。你记不清火场，却记得我醒来后说的每一句话。哟，傅总终于带着脑子上线了，他不是忘了，他是压根没进过火场。江晚棠，你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宋小姐，您家寄要的东西。晚棠，你当时……我知道你不知道，所以不用急着在我面前表演痛苦。你赢了又怎么样？这3年他爱的是我，他记得我的病，记得我怕黑，你不过是个输给我的可怜虫。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证明他该爱谁，玉佩是我的，真相也是我的。至于他，垃圾，谁捡到算谁。江晚棠，停下！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傅时言，你还记得结婚第1年我的生日吗？那天我做了一桌菜等你，你说公司有事，可当晚我在宋之意朋友圈看到了你们在国外看雪。第2天你回来，身上全他的香水味。你说他身体不好，让我别多想。从那天起我就知道，不是我不说，是你从来没给过我开口的机会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陆瑶，开车。太不要脸了！宋之意发了份心理报告，说他有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说偷玉是因为记忆混乱。承认小错，掩盖大罪，把主观恶毒包装成病情，想借此洗白。晚棠，宋家在疯狂扯热搜，傅家那边没动静，老夫人在等傅时言做决定。不用等他们编故事，青音，把所有原图和底片直接放上网，明天一早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要把真相彻底定死。明白。晚长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别开门。听我说完，李叔找到了，我没带人来，也不会包庇傅家。李叔手里有当年火灾烧伤登记的原始4眼剑。什么？但他不肯给我，他说必须亲手交给当年那个手腕上有伤的小姑娘。人在哪儿？城南旧宅。李叔。江小姐。少废话，复印剑呢？少爷，这东西只能给江小姐。
为什么？你们既然知道是他，为什么还要信宋之义？因为当年傅家需要宋家的融资，因为宋小姐手里有玉佩，她是宋家的女儿。傅老邪子说，为了两家体面，这事不能声张。我爸知道，你们就把一个16岁救了我的女孩，当成垃圾一样抹杀。是我们选择了更有用的人。傅总，别演了，你们傅家不一直都是这样吗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江小姐，还有这个，当年傅先生让我销毁，我没舍得。这些年，我看着您在傅家受委屈，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拿出来。那为什么现在拿出来？因为少爷终于问了，也因为江小姐终于不等了。李叔，明天上午10点，我的发布会，我需要你出面。好。陆遥，我们走。我以前是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你救过我，不知道我爸的决定。傅时宴，你不知道火场的真相，可以，但那3年里，你知不知道每次宋之义一个电话，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？我在等你。你知不知道我生日那天，一个人坐到凌晨？你知不知道我也会难过？你知道，你只是觉得我会忍。迟来的深情，你草都见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气死我了！他们傅家全员恶人。糖糖，明天发布会你打算怎么打他们的脸？用我自己的方式。晚唐珠宝，你打算公开身份了？傅家不是最看重体面吗？宋之义不是喜欢装名媛吗？那我就在他们最在乎的名利场上，把他们踩进泥里。我操！江晚唐就是那个神秘的顶级设计师晚唐了，去到刚才。宋之瑜，傅家，明天我们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傅总，您今天来是支持前妻吗？傅家是否隐瞒了火场真相？准备好了吗？开局。我是江昂，也是晚唐珠宝创始人。江小姐，您今天是为了回应感情纠纷吗？不，我只回应3件事。第一，我不是靠傅家养3年的豪门废物，离婚协议中属于我的合法权益，我1分都不会少拿。第二，这块玉佩的归属，这枚玉佩是我母亲的遗物，裂痕是我亲手修补。宋之义戴了它10年，却连这个字都不知道，因为它从来不是他的。不是他的，那玉到底是谁的？宋之义为什么会有这块玉？这就是第3件事。李叔，我是傅家管家，10年前是我从医院拿走了江小姐招商登记戒。当年宋之仪拿着玉佩出现，傅家为了利益没有查清真相，真正的救命恩人是江晚唐小姐。傅家知情吗？宋之义是冒领吗？江小姐为什么10年不说？因为当年没人问，也没人信。宋之义有玉佩，有傅家的认可，而我只有这道疤。傅时宴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心安理得享受了3年的真相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证明谁该爱我，我要拿回我的玉、我的名字和我救过人的真相。江晚唐，你在撒谎！不是我故意冒认，是傅家先认定我是恩人的，是你们说不要再查了。傅时宴，你爸知道，李叔知道，现在事情闹大，你们就想让我一个人背黑锅？傅家当年认错了人，自然会公开道歉。至于你，既然承认玉佩是捡的，就该向晚唐道歉。道歉？凭什么？江晚唐不也享受了3年傅太太的身份？江晚唐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就算是恩人又怎样？这3年他陪我看病，陪我过生日，他为了我跟你离婚，你还是输给我了。晚唐，宋之言，你是不是忘了离婚协议是我签的，垃圾是我不要的，
不是你抢赢的，你抢来的是一个连妻子生日都记不住的男人，是一个需要靠你装病才能留住的瞎子。你喜欢？拿去。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。万堂，别走，求你！10年大梦，今天我终于醒了。万堂，副总，江小姐现在不方便和你私下交流，给我5分钟。你5年前干嘛去了？5秒都不给。副总有何赐教？南湾公寓的过户文件，现金补偿已经打进你的账户。哟，副总这是良心发现了。不是施舍，是你该得的。学长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好。以前你随手给的一条项链我都当宝贝，现在你把半副身家捧进来，在我眼里也只是一堆废纸。万堂，副总注意称呼。江小姐，我爸当年的事我会查清，傅家也会公开道歉。好，还有事吗？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？哪样？副总以前不是最喜欢我懂事吗？我现在不闹不哭不纠缠，你为什么又不满意了？我不是不满意，我是后悔。那是你的事，我不负责安慰你的后悔。如果当年我知道救我的人是你，我们会不会不一样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爱的根本不是人，你爱的只是救命恩人这个身份。当这个身份在宋之义身上，你爱宋之义；当这个身份回到我身上，你又觉得亏欠我。傅时宴，你从来没有真正看过我们是谁，你只看你欠谁。你所谓的深情，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笑话。万堂，车到了。走。我现在开始看你，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了。他被别人带着讲了10年假故事，现在该讲真的了。堂堂，热搜彻底爆了，全网都在骂傅家和宋之音。你那句“垃圾是我不要的”，直接出圈了。骂完他们，我还得上班。万堂，宋家想私下和解，条件是宋之一公开道歉并赔偿，希望你不要起诉。想得美，让他们把赔偿条件发过来。你要和解？不，我要看看他们觉得宋之一值多少钱。偷了我10年的身份，我得给他好好估个价。江小姐，副总大半夜在这儿演苦肉计。这是你扔在垃圾桶里的婚戒，我找人清洗过了。不要了。这是我们的婚戒，所以不要了。江晚堂，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，但我想重新开始，以追求者的身份。副总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深情？我知道我不配。你确实不配，但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戒指不要了，婚姻不要了，你我也不要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你现在装出这副深情的样子给谁看？你以前明明爱过我。是，但以前的我也死在那3年里了。神经连接异常，目标信号永久丢失。不要！晚上我听不见了，我再也听不见你了。真好，以后你连偷听的资格都没有了。现在演深情给谁看？给他自己看，因为观众已经走了。江小姐，这是宋家的和解协议，3000万外加宋之义公开道歉。300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宋之义是不是觉得偷了别人10年的命，花点钱就能买平安？江小姐，做人留一线，宋家的人脉不是你能抗衡的。回去告诉宋之一，我不差钱，我就要他身败名裂，滚！我当年因年少恐惧，记忆混乱，错误的将江女士的玉佩认作自己的，对不起。哦，记忆混乱，怎么没混乱到去吃屎？把偷说的这么清新便俗。他当然不肯承认是偷，承认捡到是误会，承认偷就是死罪。晚堂，好消息，法院已经正式立案，侵占遗失物名誉侵权，宋之义准备好接传票了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10年前，傅家在核实恩人身份上存在严重失误，傅家向江晚堂女士郑重道歉。江晚章，对不起，玉佩是你的，
伤也是你的。离婚协议中所有不合理条款作废，我会重新清算财产。我欠你的不止一句对不起。爽！傅家这群高高在上的吸血鬼终于低头了。糖糖，你心软没？迟到的道歉就像散场的烟花，声音再大，我也不想看了。宋小姐，你承认同性玉佩了吗？宋家项目全线停工，是你连累的吗？宋家项目全线动员，连累的吗？我已经道歉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今天晚良珠宝拿下了海外顶级渠道的投资，我终于只是江晚航了。婉娘，副总，你现在对我真的只剩客气了。我只是想来看看你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。谢谢。连普通朋友也不行吗？不行，碎掉的东西换个盒子装也不是新的。江晚上，祝你以后都好。我会的。10年大梦彻底醒了，我的海棠花终于开得很烈。归位，东西回到该在的地方，人也回到该在的位置，算是吧。被偷走的10年，我得一笔一笔画回来。宋家赔款到账，法院调解记录留底，宋之英彻底翻不了案了。他还不服呢，躲到国外去了，还在小号发动态，说有人拿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终究会还回去，说你抢了他的人生。他的人生，他的10年是踩在我的伤口上偷来，现在玉佩归位，他的人生当然就空了。你还恨他吗？不恨了，恨他太花时间，我时间很贵的。行，恭喜江总彻底翻篇。我14岁学会经世，16岁弄丢了这枚玉佩，26岁，我终于把它找了回来。这个系列叫归位，因为我相信每一样东西都该回到它该在的地方。糖糖，傅时言在门外，要不要叫保安赶他走？不用，他知道闹也没用。江小姐，发布会很成功。谢谢。副总还有事？没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好。今天来，只是想确认一件事，确认你真的过得很好。如你所见，非常好。祝你永远璀璨。他怎么还活着呢？走吧。去哪儿？吃火锅，我请客。这个故事是真的吗？是。C'est une œuvre avec une M。糖糖他买下了，而且他说你的作品有灵魂。你怎么不哭啊？这么激动的时刻。因为我现在不需要靠哭来证明自己有多在乎了。爆笑如言了，家人们！宋之宇在国外开的珠宝店被人认出是小偷，买家全跑光了，直接倒闭。他还发朋友圈抱怨世界对他太苛刻。世界对偷东西的人确实苛刻。那你呢？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傅家寄来的，傅老夫人想以你的名义给基金会做一笔巨额捐赠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信里说这是傅家对当年过错的弥补。回去告诉他们，我的基金会嫌傅家的钱脏。明白。还有，傅时宴的助理刚才打电话问需不需要企业赞助，让他滚。我已经让他滚了。糖糖，大白天见鬼了！国际珠宝设计协会年度新锐级设计中选，你入围了！你这什么反应？这可是国际大奖，你要去米兰了，你打算怎么庆祝？庆祝？这棵树长得真好，你真是没救了。去订机票吧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要亲自拿回来。年度新锐设计师江晚烫。
去吧，女王！大家好，我是江婉棠。我曾弄丢过很多东西，我的作品，我的人生，甚至我自己。但今天，我把它们都找回来了。谢谢所有让我学会不再等待的人，因为我自己就是光。10年大梦彻底醒了，我的海棠花终于开得很烈。哪位？江婉棠，你赢了。有事？我的店倒闭了，合作方全跑了，我现在出门都要戴帽子，怕被人打。你满意了吗？你偷了我的东西，我拿回来，这跟淑仪没关系。你还恨我吧？你一定恨死我了。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恨你不会让我过得更好。我往前走的时候，你还在原地，原地的人追不上走远的人。谁的电话？一个陌生人。管他呢，看看这个，基金会第一批资助名单，5个女孩，最小的16岁。16岁，跟我当年一样。不过有个麻烦，外面来了个记者，说非要采访你。我不是推了所有采访吗？这记者说他只问一个问题，关于傅家的。江总，听说傅家要给您的基金会捐赠5000万，您会接受前夫的施舍吗？你问什么？傅家的5000万捐赠，您收吗？不收，现在不收，以后也不收。为什么？您还在介意去吗？因为我要让这些受资助的女孩知道，她们能走到今天，不是靠任何人的施舍，是因为她们自己值得。进去吧，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家。江总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您现在还会想起傅诗然吗？会。您不介意提他？你走在路上，会想起很多曾经认识的人，但你不会停下来。不会停下来。有人问江婉棠现在像什么？我想，她像风。你看不见他停下，但你能感觉到他经过。以前的我像是在赶路，急着证明什么，但我现在只是在散步，路边的风景很好，我不打算回头看任何一块绊脚石。糖糖，有个八卦，傅时燕好像交新女朋友了。哦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好奇，哪怕是一点点？路遥，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里还缺什么？不缺，那我为什么要好奇一个陌生人的生活？你说的对，彻底翻篇了。江老师，怎么了？江老师，我拿到了国外设计学院的录取通知，我想去，可是学费不够，还差一半。基金会可以补足剩下的部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但有一条要求。您说，我什么都答应。毕业以后，如果能力足够，回来帮其他女孩把这份光传下去。我一定回来。江老师，面试那天我特别紧张，是您的一句话给了我勇气。什么话？您说，设计不是让别人看见你，而是让自己看见世界。江老师，我再继续往前走。真好，看什么呢？笑得这么开心。看花，海棠花开，心生一致。搬家翻出来的，当初那张离婚协议的附近，你居然还留着？以前留着是提醒自己别再犯贱，现在不需要了。看来江总这一次是真的脱胎换骨了。搬家结束，晚上我做东。让陆桃挑地方，他最近馋酒了。江婉棠，你是我见过最猛的女人。16岁那场火，你活下来了；26岁那场烂婚姻，你也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活下来了，而且活得比谁都漂亮。敬你。
敬我们。这什么？破镜重圆？是小南寄来的，他说他学会了金术修复，这是他修的第一件东西。不是破镜重圆，是重获新生。江总，作为本届最高设计大奖的得主，您一路走来遭遇过无数质疑和低谷，今天站在这里，您最想对那些曾经轻视您的人，或者对年轻设计师们说些什么？我想说，不要因为谁没有看见你，就停下脚步。你的时间应该用来做你喜欢的事，而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有多委屈。委屈不需要被看见，但你的作品需要。绝了！你台上那句“委屈不需要被看见”，简直帅炸了！我看到好几个同行都在抹眼泪。也就是些场面话，赶紧吃你的肉。说真的，糖糖，你现在真的彻底放下了。你知道我签离婚协议那天心里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？想的是，终于不用装了，不用装贤妻良母，不用装大度。那现在呢？拿了国内最高奖，站在顶峰了。现在想什么？现在想的是，终于不用证明了。竟不用证明的江晚香，竟不用证明的路遥。不需要谁的肯定，也不需要向谁证明，我就是我，像风一样，永远向前。最后，我要特别感谢晚唐基金，感谢江老师，没有他，就没有站在这里的我。嘿，叫你呢，你不上去露个脸？这可是活招牌。不去了，今天是他的舞台。江老师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是你自己做到的，我只是帮你开了扇门，但您是第一个给我开门的人。开门！求求你们开门！那以后你也记得给别人开门，我一定会的。江总，年底的财务报告稿出来了。另外，富士集团那边有变动。说，傅实验把手里的一部分核心股权无偿转让给了晚唐基金会，他本人已经退出了董事会。哦，你一点都不好奇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或者他去了哪儿？不好奇。也是，现在的他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外面风大，要进来买杯热咖啡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张简报被贴在那里多久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他和我之间隔的已经不只是一上，而是一整段走完的路。糖糖，你说这棵树还能开多少年？不知道。如果一直开下去呢？那就一直开。行，那我每年春天都来你这儿蹭吃蹭喝，顺便看花。好。那些失去的、错过的、破碎的都不重要了，只要心里的那朵花还在，新生就永远不会停止。糖糖，大新闻，傅实验结婚了。哦，是吗？据说对方是个圈外人，特别低调。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？陆大主编，你觉得我江晚唐现在的人生缺一个傅实显的结局吗？不缺，绝对不缺。走吧，外面还有一堆人等我们呢。10年了，该说的都做在作品里了。今天，我只想说一句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我自己。敬自由。恭喜10年，不用再等谁，也不必再向谁证明，这才是真正的未来。江老师，你喜欢这个吗？很美的设计，有什么寓意吗？我18岁那年，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放弃设计，是基金会帮了我。这片海棠花瓣是送给所有帮我开过门的人。江总，作为国内顶级的珠宝设计师，又创办了这么成功的基金会，您现在觉得自己最骄傲的是什么？是您那些拿遍国际大奖的作品吗？
不是我的作品，那是什么？是我看到了他们的作品。16岁那年，我在大雨中拍打着一扇紧闭的门。30岁这年，我终于成了那个推开门的人。江大设计师，我熬夜给你写的序，你就这么给我改了？不回头，说明还在意背后的东西。往前走，才是真正的本事。行吧，论境界还是你高。去吧，去推开属于你们自己的门。糖糖，这树苗这么小，要几年才能开花啊？3、4年吧。那你要等3、4年，你这急性子受得了？等就等呗，反正我擅长等。你以前等那个谁，可是等的半条命都没了。我擅长等，但不等不该等的人。对，咱们只等花开。糖糖，别动，光线正好，完美！这花终于开了，我得赶紧发个朋友圈。配什么文案？就2个字：开了。10年，花开了，我也终于完完整整的属于我自己了。江老师，如果一个人努力了整整4年，画了上百张图，却还是没有任何人看见他到底该怎么办？你看见自己了吗？如果你看见自己了，别人看不看见都不重要。如果你连自己都看不见，就算全世界的灯光都打在你身上，你也站不稳。江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用整整10年才明白的道理，希望你们能早一点懂。糖糖，出事了！宋之意那个绿茶婊出狱后，买通营销号，把当年的火场采访重新剪辑发出来了。热搜前3全被他买了，全网都在骂你。我们要不要立刻发律师函封杀他？不用，随他去。不用，他这是在往你身上泼脏水啊！你现在可是国际顶尖设计师。路遥，一只跳蚤在脚边蹦跶，你还要专门停下来拿大炮轰他吗？他已经连让我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了。那几天热搜沸沸扬扬，又迅速被新的娱乐八卦淹没。堂堂正常上班画图下班，他那种视若空气的反应，对宋之燕来说才是比坐牢更狠的凌迟。没有怨恨，没有悲伤，也没有所谓的释怀，就像走完了一条很长很黑的路，终于站在了阳光下。我去过城南了。有什么感觉？没什么感觉，就是觉得原来那个地方这么小。那是因为江晚汤，你长大了。你已经比过去所有苦难加起来还要高大了。糖糖，我最近总觉得你这人运气怪好。哪里好？你看啊，你经历了那么多破事儿，换别人早疯了，但你每一步都稳稳地走出来了，现在还成了大佬。不是运气，那是什么？是我每走一步都决定不往回看。江老师，陆总，对不起，我送错文件了，我重新打印了。你看他像不像你当年刚入行的时候？不像。怎么不像？一样冒失。他比我年轻，也比我运气好。放这儿吧，去喝口水，别急。谢谢江老师。你现在还真有师长的样子了，温柔多了，是吗？大概是海棠花开久了，人也变软了吧。是时候给你一个新的结局了。是，也不是，它是一个开始，但不是我所有的答案。去吧，去寻找属于你的玉。它可能不是一块真的玉，可能是一段话、一首歌，一个能让你仿佛被喧嚣中安静下来的地方。当你不再回头，当你决定往前走，你找到它的时候，你就自由了。
我的天，糖糖，你觉不觉得这棵树成精了？它只是吃得好，睡得好。不是，你过来看看。我敢打赌，这棵树现在绝对快跟你一样高了。不，它比你高了。是吗？那我得再长高一点才行。江晚堂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还想长高？你以为你是竹笋啊？有花陪着，应该可以吧？时间真的是个好东西，它带走了所有的尖锐，只留下满院子的花香。江老师，我现在很幸福，真好。我已经幸福了。不需要再去证明什么，也不需要再去寻找什么，只要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只管继续开心就好。糖糖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耳机彻底停产了。记得，但如果不是你发过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想起来了。也是，我已经把链接删了。这种无聊的旧闻不配脏了咱们江大佬的眼。停产。其实，在10年前，我对那些人的情绪就已经彻底停产了。叶子落完了，所有人都会以为它死了，但我知道，等风变暖的时候，它会开得比任何时候都猛烈。我的天，糖糖，这棵树今年疯了吧？它像是在把前10几年的力气一次性全发泄出来啊！他是攒够了力气，要一次把所有话都说完。不行，这绝对能成了网红打卡奇观。我刚才给他开了一个专属账号，名字就叫一棵开花的糖树。我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活得好不好，我没有再回头。前面还有很长的路，但我一点都不急，因为这一次我每走的一步，都是走给我自己看的。